2016年6月2日，一名叫做巴桑的士兵带着红色的涂料，为中国西藏边界51号界碑上“中国”2字填色。涂色完毕，他情不自禁地抚摸着界碑上还未干的“中国”2字，眼中满是泪水。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填色，更是对他生命归宿的深情一吻。那鲜艳的红色在那一刻仿佛渗进了他的血管里。年轻的小战士巴桑来自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村，他们是生活在雪山脚下的达曼人。自有记忆开始，他们整个民族一直在西藏和尼泊尔的交界地带，成为流浪着的东方吉普赛人。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没有土地证，没有身份证明，像被大自然遗忘的种子，在喜马拉雅山脉的皱褶里自生自灭。在2003之前，他和他的父母并没有想到，流浪已久的族人居然能在中国的庇佑下安稳定居。为什么加入中国国籍对他们来说如此重要？从历史上看，达曼族的先祖能属于中国吗？如今距离他们加入中国国籍已过去20多年，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善？这段历史的跨度不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灵魂上的安放。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一起看看，为了能拥有中国国籍而奋斗了整整200年的达曼人。在喜马拉雅山下，尼泊尔和中国接壤的地带，达曼人居住在这里。虽然讲着藏语，穿着藏袍，但他们并不属于中国人。他们从尼泊尔附近而来，没有自己的国家和固定的居住地点，大部分时间都在挤压、流浪和歧视中度过。他们曾像幽灵一样穿梭在深山，每当炊烟升起，却没有一缕是真正属于自家的灶台。由于没有国籍，他们不能在任何公共机构发声，面对不公只能沉默，面对贫穷只能忍受。他们虽然信奉佛教，却不如尼泊尔和藏族虔诚。在200多年特殊的流浪中，达曼人不被尼泊尔所接纳，也没能融入藏族同胞的生活。达曼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国籍，无法享受国家居民的权益。别说读书识字，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房子，连正常的生存都难以维持。当时好一点的家庭会在空地上盖一座房子，但这些房子面积极小，最大的不过40平方，要容纳一家人的生活，而最小的房子不过10几平米。那些所谓的房子其实不过是几块石头垒砌，上面盖着残破的编织袋或干草，一下雨便是屋外大雨，屋内小雨。在之后的统计数据里，拥有房子的达曼人人均居住面积只有 2.4个平方。2.4个平方仅仅够一个人躺下，连翻身都显得局促。这种生存的极度紧缩，磨平了他们的野心，却磨不灭他们对稳定的渴望。这都是好的情况。更多的达曼人家庭凭借自己的收入，无法建成属于自己的房屋。他们没有粮食和钱币，无法被当地人所接受。高原温差极大，无法待在野外席地而睡的达曼族人，只能寄居在藏民家中。每到深夜，寒风如刀子般刮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那是一种足以冻结呼吸的冷。那时候的西藏人民生活也是十分艰辛，于是更多的情况是达曼人裹着破旧的袍子睡在牛羊圈里，借着牲畜的身体抵御夜间的寒风。牛羊的体温是他们唯一的取暖器，粪便的味道是他们熟悉的安眠香。这种与牲畜共生的卑微，曾是他们民族延续生命的主要方式。如此恶劣的条件对达曼人来说却是极其难得的。虽然又苦又累，但好在能在空茫的天地之间有个落脚的地方。他们帮着寄居的那户人家种庄稼、放牧、打杂，用力所能及的劳动换取居所。他们是高原上的边外劳动力，没有工钱，只有糊口的青稞糌粑。男人们用宽阔的后背背上沉重的柴火和器具，女人们也出门在外做些需要的杂活。在海拔极高的陡峭山路间，他们赤着脚或穿着破烂的草鞋，背负着超过体重1半的重担，每一步都踏在求生的边缘。这种重压不仅在背上，更在心里，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的栖息地又在哪里。在西藏农奴制改革开始之前，西藏地主阶级的压榨和迫害，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达曼人也苦不堪言。作为没有身份的黑户，他们往往排在社会的最底层，遭受的压迫比普通农奴更甚。但在民主改革后，由于计划经济的实施，达曼人也能从政府手中领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粮食。相比于曾经100年来吃不饱穿不暖的流浪生活，这样的日子对他们来说无疑是稳定且安逸的。那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一个强大政权的温度，尽管当时身份未定，但碗里的粮食是真切的。但好景不长，市场经济开始后，他们便没了稳定的粮食供给。
在不需要帮主人家的忙时，他们就会去没有人的地方开辟出一块小小的能够解决全家人温饱的土地。他们要在坚硬的冻土上开垦，在石头缝里寻找生的希望。他们人数少，又缺乏祖辈们流传下来的经验，耕作起来相当困难。这就相当于靠天吃饭，一次冰雪，一次寒风的侵袭，就能使得整片土地颗粒无收。那些脆弱的幼苗常常在暴雪后一夜枯萎，如同他们风中残烛般的命运。为了保护那点庄稼，达曼人常常全家守在田边，用肉身去抵挡风雪，却依然难以抵挡大自然的残酷。但达曼人自流浪开始就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他们形成了独属于自己民族的乐天派精神。他们为了能够和周边的居民和平相处，选择了西藏和尼泊尔人民都信仰的佛教作为本民族的宗教信仰。有意思的是，他们将自己民族天然乐观和浪漫的性格融入到对佛教的理解中。他们的佛不在金碧辉煌的寺庙里，而是在每一次幸存后的喘息中。和会磕长头去拉萨朝圣的藏族人民不同，他们对佛教的信仰更为随意。他们不必杀生，也不被佛教中的条条框框所拘束。很多时候并没有将佛教的教义看作是能够拯救他们的解药，他们更倾向于实用的平衡。对他们而言，生存是佛最大的恩赐。他们对仪式看得很淡，佛教的节日在达曼人眼里就是聚在一起载歌载舞的日子。这种乐观近乎悲凉，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跳起热烈的舞，用嘶哑的嗓音唱出对天空的敬畏。每当达曼人聚在一起，那种旺盛的生命力便会喷涌而出，盖过了苦难的底色。他们会在丰收季节，即便微薄，围着火堆讲述那些关于祖先在丛林和雪山中穿行的故事，以此确认自己的根。风餐露宿过于艰苦，他们乐于在生活的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点甜味。佛教的神灵祭生杀，但他们往往在达晒节到来时，会用打获的猎物血肉来献给菩萨，以此来庆祝新的岁月和征程，祈祷着来年不会过于艰苦。这是一种原始而朴素的祭祀，充满了对生存权利的执着。他们相信菩萨能理解他们的饥饿，能宽恕为了活下去而造下的杀业。可能是因为在流浪中将身心都赋予了自然，他们对死亡的态度也很随意。达曼人死亡后往往会选择水葬的仪式，和其他信奉水葬民族的仪式不同，他们不会去找高僧超度念经，为亡灵准备新生。他们认为生命来源于喜马拉雅的冰雪消融，最终也应顺着激流回到大海。他们只用找一个能看日子的人看看天象，定下日期就好了。为了维持生存和子孙繁衍，达曼人不会和大部分民族一样讲究伦理，也不会有三纲五常的约束。往往3代以后，他们的族民就能正常通婚，同族的兄妹也能结成夫妻。在人口基数极小、族群封闭的情况下，这种原始的通婚方式是他们为了不灭绝而做出的无奈妥协。在漫长的岁月里，基因的延续高于一切道德的审判，这是流浪民族在极端环境下形成的生物本能。达曼人常年为寄居的家庭劳作，生下孩子后都会让他们自由生长，没有老师和父母的教育，他们所思所感大部分都来源于自己的所听所见。他们的课堂是幽深的峡谷，他们的教科书是风吹过森林的声音。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哪些野菜能吃，哪里的泉水甘甜，却唯独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在纸上怎么写。直到1959年，西藏废除了农奴制，被压迫的西藏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围观西藏人民获得新生的达曼人看到这一切后无比羡慕，他们也希望能有人能救自己于水火之中。他们看着曾经的邻居领到了土地证，分到了耕牛，眼神里充满了对身份的渴望。那种眼神是渴望被认同，渴望不再被称作外来者。他们面前其实有2个选择，成为尼泊尔人或者成为中国人。几乎所有达曼人都同意加入中国，因为在他们眼中，他们是被尼泊尔抛弃的人。尼泊尔那边山高路远，且从未真正照拂过这群边缘人，而中国政府在边境展现出的公平与秩序，让他们看到了重生的可能。达曼人有着和藏族不一样的面孔，虽然因为太阳和紫外线的侵扰，他们的皮肤呈现棕黑色，但在他们的面部轮廓上却依稀可以辨认出白人的血统。那深邃的眼窝、高耸的鼻梁，在藏民群体中显得格外显眼，这也让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承受着非我族类的异样眼光。更为奇特的是，他们的眼睛是一汪如那木错湖水一样的蓝色。
那蓝色里仿佛藏着地中海的波光，又或是喜马拉雅最高处的冰晶，美得令人心碎，却也成了他们流浪身份的铁证。据达曼人老人所说，他们来自尼泊尔，但是却被部落所抛弃。提起那段历史时，达曼老人脸上挂满了失落。他们那边不要我们了。这句话里包含了数百年的委屈，一个民族被大地拒绝，只能在边界的窄缝中求生。他们曾经尝试过回到尼泊尔寻找根源，但得到的只有冷漠和驱赶，仿佛他们是历史留下的累赘。关于这段历史，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可能来自于喜马拉雅南麓的一个小部落，那里常年被冰雪覆盖，所种植的农作物难以存活。无奈之下，首领只好带着族人抛弃故土，往更宜居的地点迁徙流浪。但根据专家和学者的考察，以及流传在达曼人之间的传说，另一种说法更让人信服。1791年7月，清政府统治时期，尼泊尔库尔喀王朝向西藏发动侵略，意图夺取清政府在西藏的土地。这场战争规模宏大，牵动了清朝的边疆命脉。库尔喀骑兵以凶悍著称，他们穿越天险，一度烧杀抢掠至扎什伦布寺附近。那时的清政府兵强马壮，乾隆皇帝听闻尼泊尔的袭击行动后勃然大怒，让多次率兵出征的福康安领兵出战尼泊尔。福康安不仅是统帅，更是乾隆眼中的爱将。他深知边疆安定的重要性，带着精锐的火器营和索伦骑兵，开启了一场艰苦卓绝的翻山远征。福康安从西藏出发，率领部队一路向西，跨过喜马拉雅山，将库尔喀大军击溃。他驱马直入尼泊尔境内，在如今的加德满都迫使库尔喀投降，让库尔喀首领发誓此后永不来犯。这无疑是一场胜仗，但福康安没有发现，他的一部分士兵因为种种原因在西藏边界迷了路，他们有的坠入谷底，有的落入深渊。当时的喜马拉雅山脉是天然的迷宫，终年不化的积雪和突如其来的雪盲症，让这群来自内地的士兵彻底失去了方向感。幸存下来的那一部分靠山中的野果和小兽充饥，但很多士兵都不是藏族本地人，大部分来自于平原地区，无法适应山林中的恶劣环境。稍微着凉感冒，就是在跨越鬼门关，最终活下来的只有100来个人。这些幸存者在极度的孤独和绝望中，曾试图寻找大部队留下的马蹄印，但风雪很快掩盖了一切。他们被迫在山洞中避寒，在绝境中学会了采集高原菌类。幸存者跨越山岭，来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后，像是桃花源中的居民，不知今日何时。刚开始失踪的骑兵们语言不通，和周围的居民无法沟通。那些士兵手中的长矛生了锈，华丽的盔甲破烂不堪，他们成了没有番号的残兵。但逐渐，这些失踪的无法回家的骑兵们和当地人渐渐融合，娶妻生子，繁衍后代。他们的子民从部落中分离出去，形成一个新的部落和民族。他们在山谷间建立起原始的铁铺，因为那是他们唯一保留下来的中原技能。这种融合是缓慢而痛苦的，他们必须放弃原有的身份，去适应全新的环境。根据之后的记载和翻译，达曼二字在藏语中是马背上的士兵的意思，所以达曼人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在清军征伐库尔喀时失踪士兵的后代。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英雄史诗的残留，是对祖先英勇岁月的某种潜意识铭记。而历史记载中，达曼人擅长打铁，又为这种说法提供了辅证。在冷兵器时代，打铁不仅是技术，更是军事机密。这种从远古军营流传下来的技艺，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了200年。藏族对刀具和铁具需求量极大，由于历史和习俗，没多少藏族人愿意去干打铁的活。于是，除了在帮寄居的主人的农活外，达曼人还以打铁为生，这也是他们一直融入不了西藏和尼泊尔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这两者看来，本地人应当是不会打铁的，他们因为这项技艺而生存，也因为这项技艺而被孤立。他们在炉火前挥汗如雨，敲击声响彻山谷，那节奏仿佛在诉说祖先的荣光，却掩不住现实的落寞。他们打造的铁锅坚固耐用，打造的镰刀锋利无比，但这些器物换回来的，往往只是少得怜悯的口粮。达曼人就这样在夹缝中一代又一代地熬到了2003。这一年，在中国境内的近200达曼人，经过多年的申请和呼唤，终于加入藏族，成为了中国公民的一员。这是一场跨越200年的归乡。2003年的夏天，阳光普照吉隆沟，消息传来时，村子里的老人们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这不仅仅是一个红本本，而是200年来漂泊灵魂的靠岸。其实早在1956，在中国和尼泊尔的一项协议中规定，
凡居住在西藏，其父母具有中国国籍和尼泊尔国籍的人，年满18岁就可以自由选择中国国籍或尼泊尔国籍。如选择中国国籍，就等于自动放弃尼泊尔国籍。在这个时期，一部分混居在藏族中嫁给藏族的达曼人后人就已经加入到了中国国籍，但仍有大量的纯血统达曼人处于身份的灰色地带，他们在法律的边缘徘徊，直到2003年才真正迎来了集体的春天。而剩下的不符合要求的达曼人在2003也入籍中国。让他们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国家和政府特意拨出一块土地来给他们建上崭新的房子。2004，在吉隆县政府的帮助下，达曼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2004年，吉隆县吉隆镇达曼村正式挂牌，这标志着一个民族从此有了法定行政区域。从党委那里拿到了钥匙后，他们一家家迫不及待地打开房门，眼前的一切让曾经饥寒交迫的人们不可置信。崭新的藏式木柜，打开开关就能喝到的自来水，还有头顶明亮的灯光，那一拧即出的清澈甘泉，对曾需要跋涉数公里备水的达曼妇女来说简直是神迹。这些都是国家给的，都是国家建设的，哪怕在几年后面对记者的镜头，他们都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道。那种笑里没有了卑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主人翁的自豪感。2004，政府为他们购买了家具，又根据当地人民的特色分配了牛羊牲畜和农具。不仅如此，还解决了孩子的上学问题。在小时候的流浪中，达瓦常常羡慕那些可以背着书包上学的藏族小孩，但达曼人的生活连家庭解决温饱都成问题。没有户口的达曼小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崭新的书本和纸笔。他们曾趴在学校的窗户边，看着黑板上的汉字，像在看天书。那种对知识的原始渴望，在贫困的泥沼里被压抑了太久。我们那时候生活非常艰难，一天就5-6块钱，想上学因没有户口上不了学，到现在我也认不得字，因此很多人看不起我们。达瓦的心声也是很多达曼族孩子的心声，这是一种因文盲而产生的深刻自卑，一种被世界抛弃的绝望。极为重视基础教育的中国，让这些渴望读书的达曼孩子进入到学校中学习知识。200多年内从未接触书本的达曼小孩，在短短几年内从学校毕业。教育的力量如同高原的阳光，迅速消解了族群间的隔阂。大部分孩子前往当地的大专院校学习专业知识，而有更多的孩子纷纷投笔从戎，为中国现代化军事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和支撑。他们是天生的战士，遗传了祖辈在丛林和严寒中生存的基因。巴桑就是其中的一员。2015的地震中，他亲眼看见人民解放军从摇摇欲坠的废墟中背出苍老的、无法行走的阿婆。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吉隆镇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就在村民绝望之际，直升机的轰鸣和绿色的身影从天而降。巴桑看着那些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士兵，不顾余震，用双手刨开碎石。自此，人民解放军的身影根植在巴桑心中，危难之时不顾自己生命也要救人的精神，让他将军人当成自己的偶像。第2年，国家在达曼新村征兵时，巴桑应召入伍，成了解放军中的一员。他穿上军装的那一天，全村人为他披上了哈达。对他而言，这不仅是报恩，更是作为中国公民最高荣誉的践行。他和同村的2个兄弟为国家的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博大的胸襟和宽广的胸怀，接纳和吸收了流浪在外的达曼人。正所谓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达曼人用他们的忠诚构筑起边境线上最坚固的人形界碑。达曼人在他们生存的土地上捡起了昔日的老手艺，为藏民同胞们修制铁具。如今的打铁铺不再是为了苟延残喘，而成了致富的特色产业。周围藏族同胞生活中所用的铁制器物，锅碗瓢盆等，大多数都出自于达曼人之手。他们技艺精巧又极善打磨，短短几个小时就有新的工艺品出炉。置物往往一出炉就会被一抢而空，他们的铁具甚至成了游客争相购买的非遗纪念品。不仅如此，走过磨难的达曼人还极其喜欢和汉族人交朋友，有很多达曼姑娘都嫁给了前来吉隆附近务工的汉族人。这种血缘的深度交融，彻底打破了200年的封闭枷锁。大部分的达曼人都在新生活中融入了当地的群体中，和藏族同胞一起建设他们如今的家乡。在他们心中，国家的团结和统一是他们奔向新生活的基石，也是不可撼动的决心。他们比任何人都明白，没有强大的国，就没有安稳的家。
也正是因为秉承着对中国的感谢和敬仰，他们在中国为他们修建的住所处全都插上了5星红旗，红色是希望的颜色。相信凭借着达曼人的努力，不久之后，他们能在这片土地上能够开辟出繁衍生息的土壤。如今的达曼村，柏油马路直通家门口，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回荡在雪山之间，那双如湖水般蓝色的眼睛里倒映出的是中国梦最美的剪影。对此，各位读者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好啦，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希望得到你的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